Hello， 大家好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这次我们来到九州的鹿儿岛。对日本旅游来说，鹿儿岛应该算是一个相对冷门的景点。除了樱岛火山之外，大家对鹿儿岛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。这次我们就实际来看看鹿儿岛可以玩些什么吧。一大早我们来到鹿儿岛机场，除了从台湾也有直飞班机以外，也可以考虑搭乘日本国内线。当天天气非常好，远远就可以看到樱岛火山。樱岛火山其实很常喷发，我们抵达的前一晚好像也有喷发，因此这一带很常会看到火山灰。我们现在来到鹤岭神社。鹤岭不，其实我们来到的是仙岩园。仙岩园，仙岩园，那个红绿灯是仙岩园前。仙岩园，你听不懂？仙岩园前。在机场附近租好车之后，我们就马上来到鹿儿岛内非常有名的景点仙岩园。那个 QR code。哦，行。哦，这边也要开仙岩园 Aki。哦，以后要有个仙岩园。青辣，是青辣的。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哎，里面就吃得到白熊了啊。那我现在想吃2磅饼。仙岩园是以前萨摩藩岛主岛津氏的别邸和庭园。简单来说，就是17世纪当时鹿儿岛的藩主他的豪宅和庭园。最多人来到的就是他的御殿，也是这里的主建筑，是以前岛主的家之外，在当时也被当作是迎宾馆。建筑本身非常的漂亮，里面也有日式庭园，另外还有许多展示品，是一个可以慢慢欣赏、认识鹿儿岛历史的一个地方。从上面的吊灯到这边，真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空间。你可以看那个椅子的地板的脚，因为是放在榻榻米上面，所以它就是做平的。桌脚也是，可以想象这样子，以前坐在这个豪宅，但也在看这样的景色。那从几百年前，里面的腹地还蛮大的，有很多有趣的商店、餐厅、茶屋，还有一些文化体验的区域。我笑脸，真正我笑脸。不是啊，我说一包给我弟哦。下一站，加崩。加崩鹤。我们已经进入鹿儿岛市区了，蛮温暖的。现在下一站要去吃午餐。鹿儿岛这边呢，其实也有很多美食，然后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就是他们的黑豚。中午时间，我们来到鹿儿岛车站附近。说到鹿儿岛，它最著名的美食就是炸猪排，因为实在太有名了，所以建议早一点来排队比较好。这次我们来到的炸猪排店，划位后店家会给号码牌，所以不用一直在门口等，可以附近稍微逛一下，时间快到之后再过来就好。这次吃到的炸猪排整体印象虽然不错，但和熊本的比起来，我们好像比较喜欢熊本的。其实九州里面也有很多有名的猪排店，来到九州玩的时候不妨安排一下哦。鹿儿岛另外一个代表美食是白熊刨冰，它其实是二战后昭和22年一家叫做 Muyaki Honden 所做出来的刨冰，后来就变成了鹿儿岛的美食代表。虽然我们是冬天来，但还是想要来吃吃看，加上因为靠近情人节，还吃到了期间限定的特别版本。口味上虽然和台湾的雪花冰有一点不一样，但比起平常在日本吃到的刨冰，这里还蛮好吃的哦。这次的鹿儿岛旅行，除了会去樱岛火山之外，另外一个非常期待的行程就是入住鹿儿岛喜来登酒店。こんにちは。あ、はい。
大丈夫です。はい。除了温泉设施很让人期待之外，这次还有被升等到可以看到樱岛火山的套房。因为是白金会员，所以一开始就被安排去酒廊里面办理入住。他在那个了，赶快冲过去。这个景很厉害耶！入住当天天气真的非常好，所以从房间看到了樱岛火山景色，真是非常美，超级幸运。这边是客厅的位置，其实没有说非常非常大，但是它就是一个一个区域都有分开。然后沙发区这边除了是可以看到景色之外，有超大电视，那沙发超级大的，是这么大。小地方也有充电线，可以坐在这边滑手机充电，然后欣赏外面的景色，又可以看电视。因为这边有胶囊咖啡，还有水，所以下面这边应该是 mini bar 跟我喜欢它这边设计，其实还蛮简单的。这里是寝室，然后我觉得它房间可以看到的樱岛的角度比客厅看到的更好看。房间也还不错，超漂亮，色系很温和，有点日式，又有点现代，是目前住过最漂亮的喜来登。因为一直以来喜来登这品牌，就算在日本，我常常觉得他们就是风格比较有点旧旧的，但这一间应该是目前住到最漂亮的。然后它也有这边一个沙发区。然后一样旁边有充电。接下来我们来看浴室这边，右手边是洗脸台，然后洗手间、淋浴间，还有浴缸，这空间超级大。洗手台这边2个，然后备品在中间，里面是马桶。现在洗手间有2个，外面一进来的地方也有1个，然后再来这边是浴室。然后最后是它的置物间，它置物间也超大。那当然，我们今天行李很简单，没有什么需要摊开的，应该就只是收纳柜而已吧。哦，有睡衣，可是它这边都会写，就是睡衣这种的话，基本上只能在房间穿，不能穿出去。Bathrobe 浴袍，浴袍品质还不错哎。饭店的温泉设施也非常的棒，除了有大浴场之外，也有足汤可以泡，而且意外的住客没有非常多，整个超级惬意。这里还不错，还泡个足汤，又有毛巾。如果有白金会员的话，酒廊的 Happy Hour 餐点也非常丰富，是完全可以当正餐吃的程度。一早在饭店吃过早餐之后，就继续开始这次的旅行。趁着天气好，我们来到饭店附近的一座樱岛火山景观公园。好大！景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，但游客也真的是超级多，不少观光巴士都有安排来到这里。上来了，开始，他会跟你说停在哪里，然后就停那个位置就好，然后人等一下要下去，基本上不能待在车上。樱岛虽然叫做岛，但其实陆地还是有跟鹿儿岛连接。想要到樱岛上玩的话，除了绕路开车过去之外，也可以考虑搭渡轮。这次我们是自驾。但搭渡轮的时候，车子也可以一起开上去，但是要额外付费。
然后最上面是没有像这样的室内空间的，就是甲板的感觉。那我根本就找不到在哪里付钱，有可能是出去的时候再收吧。这个位置应该是最棒的。如果有要搭船的话，一开始就可以来站这一排的位置，这一排位置就看超美。搭船的时间其实只有短短的15分钟，但还是必须要称赞一下，从海上看过去的樱岛真的是非常壮观。1700或是2350。樱岛火山本身就像是地质公园一样，如果不是自驾的话，也可以利用他们的环岛公车。灼灼的，然后那边比较大，那都有地热，整条都是那个雾气。大多数的景点都是以欣赏风景为主，可以看到在冒烟的樱岛火山，还有火山喷出来的火山岩，也可以看到一些附近的地形变化。以前雾岛在这里啊，然后距离海岸线500公尺啊，距离当时的樱岛500公尺啊。然后1914年的时候爆发后，就从 Pra 咖啡色的地方就被埋起来，对啊，那整个就把雾岛给埋起来。嗯，有硫磺味。嗯，有。觉得很像纽西兰还是澳洲的那种感觉，真的好漂亮。你看得到汤之坪展望所，是比较靠近山上的地方。看看，哦，这边还有再连过去哦。有啊，你以为啊？这边是鹿儿岛，然后我们刚刚搭船这样过来嘛，然后这是樱岛，我以为就是单独一个岛而已。没有，它其实这边还有连到后面，就连到鹿儿岛的另外一边啊。所以鹿儿岛其实是一个这样子，对。然后这边水是，所以这边也可以直接开过来。哇，今天天气真的超级好，对，竟然连开文月都看得到。你说那尖尖的那个？对啊，就鹿儿岛的富士山啊。他在大正3年的时候爆发过。这就是在做醋的。做醋的是吧？对。哦，好多哦。你说一缸一缸的哦。你记得？大家看得到，我们去的地方看得到。我们今天吃午餐的地方。我给它吸了，错就对了。你也肚子饿了。离开樱岛后，我们来到一间非常特别的餐厅 ，Cross Garden Tsubohadake。它是一间充满醋坛子的中华料理餐厅。它其实是一间制作纯米黑醋的酿造公司。我们这次来的地方，除了有餐厅以外，也有自家商品的商店。里面都是醋坛子，没有呢，有味道哎，只有我觉得吗？无止境的这边都是大片的醋坛子。打翻了醋坛子，对，跟甜一样，它是糊甜。我们来去餐厅吃饭，在这里除了可以看到一大片醋坛子的景色之外，料理本身其实也非常好吃。不会很酸或很刺激，就以前喝过那种苹果醋、健康醋还要再淡一点。好像很久没有吃到这么道地的中菜了，加上他们的醋其实真的还不错。来到鹿儿岛玩的话，是一间蛮推荐的餐厅。我们现在要去最后一个景点——雾岛神宫。旅行的最后，我们来到了雾岛神宫。
除了樱岛火山之外，雾岛神宫也是鹿儿岛非常有名的景点。可能因为太有名了，来访的游客真的是非常非常多。人也太多了吧！我第一次看到的那么多人。这次的鹿儿岛之旅只有安排2天1夜，其实有很多想要去的地方都还没有去到。喜欢温泉的话，鹿儿岛的指宿温泉还有雾岛温泉其实都非常有名，是非常推荐的景点。希望这次的鹿儿岛旅行可以给大家当做参考咯。那么就下次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19